嗨，大家好呀，这里是辛巴的漫舞时光。今天给大家演示的呢还是小房子。我们昨天演示的呢也是小房子。在昨天的视频里呢，我们讲了这种钢笔水彩所用的钢笔呀、墨水呀、纸啊、颜料呀之类的。那么今天的话题我们讲什么呢？我们来讲一下线稿吧。因为在钢笔水彩当中呢，钢笔线稿和最后的水彩着色两者一半一半吧，所以线稿也是非常重要的呢。而且呢，如果线稿画得仔细、画得丰富的话，那么给画面增加的魅力可不就是1点2点了。线稿如果大家多关注的话，会发现其实线稿呀，它自己呢是有一块很丰富的领域的。就比如说我们拿通常的线稿来说，大概分为几类。一类呢是非常整洁平滑的线稿，比如说横是横，竖是竖，画的跟尺子一样，而且很顺滑。那么第二类线稿呢，可能就有点像我这样的线稿，不那么整洁了，稍微有一点自由度。第三种线稿呢，那就是更不整洁的线稿了。第四种线稿呢，线就是非常乱，像乱线一样，也称为绕线。那种线稿呢，你看上去就是一团乱线，但是呢，你又能看出来它画的是什么。而且呢，如果是纯线稿的艺术作品的话，也非常有其巨大的魅力。所以呢，线稿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单调无味，不是这样的。我对线稿的痴迷程度呢，也不亚于对水彩的痴迷程度。我很喜欢略有自由性的线稿，虽然我的线稿呢还没有乱得飞上天，但是呢，我又不是很倾向于把线稿画得过于整洁、过于整齐、平滑、圆顺。我呢在心里面呢，并不倾向于这种线稿。我希望我的线稿呢能够更有灵活性，并且呢能够更有个人特色，而且呢我希望它能够散发出线稿本身的魅力出来，然后呢再加上水彩。好，自由自在的线稿有什么特点呢？比如说它的粗细，比如说它的线稿的灵活度呢，可以表达每一种素材材质，还比如说这个线稿本身就可以作为一幅完整的作品。还有线稿呢，其实呀可简可繁。我们接下来就看视频演示吧。好，我们还是先开始画线稿。还是跟上次的视频一样，在画线稿之前呢，我会用彩色铅笔大概定一个位，也是对构图的思路的一种体现。这样呢，就是不至于让画面走出自己的设想范围。当然在画之前呢，要对你所参考的场景呢，要有一个观察和思考的过程。最重要的呢，从观察和思考当中进行对画面的一个提炼和构图，最后呢才是对画面的那个构图的草稿，然后呢才是正式的线稿，这是一个过程。那么在画线稿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很多同学会给我反映线稿很难画，而且我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，就是很多教学视频或者视频演示都是直接从线稿开始的，我自己的大部分的视频也是的。原因呢，就是在于其实这个线稿呢，要想在视频里就是讲解得很清楚，其实很难。短短的视频呢，我只能告诉你我在画线，或者最多呢再多2句我为什么要这样画，或者是怎么样。但是呢，很难把这个线稿呢去在短时间内传授给大家，并且就是如果没有练习过线稿，或者是领略过线稿魅力的同学呢，他可能对线稿会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。所以呢，几乎所有的绘画教程都直接在现成的线稿上进行，而且我们就是尤其是国内的水彩教学类的书籍，
也是多数都是从线稿开始，就等于说从整个绘画的步骤从最后1/3开始。那么哪3份呢？一份就是我说的对创作作品的一个参考、一个观察、一个提炼；第2份就是线稿；第3份就是上色。所以那些教程呢，就是没有人会给你讲怎么去创作，也没有人会告诉你这线稿是怎么画出来的。其实并不是作者偷懒了，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形准呀，或者是线条的这个魅力的练习呢，是一个长期的要下功夫的训练。就是老师能给大家提供完整的训练方法和技能讲解，帮助大家少走弯路啊，剩下的功力呢，大家要靠自己的勤奋。但是呢，这些就是训练呢是很系统化的。我很难就是说，比如说我出一本书，我很难就是在拿书的2/3告诉你如何去练习线稿，如何每天去训练自己。你这样的书可能就是在最初的市场当中也不会受欢迎的，所以我们大多数的教程书和大多数的教程视频是不会去讲线稿的，原因就在于这里。那么我想说的就是我自己呢有一套正在开发当中的线稿攻略课程，就是专门去对线稿进行一个训练，也是分几大部分。首先第一部分呢是训练基本功，比如说你如何拿笔，如何控制你的笔，如何控制你笔下的线条，然后呢提供很多种不同的基础线条的训练方法。然后呢，第2步呢就是形准。同学们很多就是画东西画不准啊，画不像啊，或者是你的手不听使唤呀。这一个就是对这个笔的掌控力不够，一个就是形准的能力不够。所以呢，这第2大部分就是要教同学把东西画像、画准。然后第3部分呢就是教授线条的魅力，如何把线条画得有魅力、有韵律感、有节奏感。这个呢也是我自己一直在去努力和突破的一个目标。目前呢我给大家出的这些简单的小的这个钢笔水彩的视频呢，也是对线稿的一种呈现。好，很多同学会问我绘画的捷径，其实呢，绘画没有什么捷径，如果有捷径，还麻烦小伙伴们告诉我一声。因为呢，其实每一个真正画画的人呢，他都是经过很多年的训练，很多年的这种学习和不断的自我突破的。所以就拿线稿来说嘛，这个形准的问题呢，真的是个就是长期的练习的一个过程。我的这个线稿攻略课程呢，是我所有课程当中我感觉是比较严肃的一门课程。也是希望加入的同学呢能够比较严肃认真的去对待。但是就是老师的作用呢，会给大家提供完整的训练方法呀、技能讲解，然后呢帮助你少走弯路。剩下的呢就是跟着老师去训练了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，我们下次再见。